这里就是每个男人都想拥有的江西第一豪宅陈家大院，就连山西的乔家大院也只有它的1/6，里面有1443个房间，就算一天住一间，也够你住上将近4年的时间。里面呀，幢幢相连，进进相通，被称为遗落在民间的紫禁城。它融合了徽派建筑、宫廷建筑和干派建筑的特点，从道光年间开始修建，耗时48年才修建完成。从这里走出了7位进士、21位举人和100多位大小官员以及社会名流。今天阿波就带你走进江西的陈家大院，看看他们是如何做到从一个养鸭大户，让整个家族都能够如此兴旺的。走吧，这里就是他们家的走马道了，有足足337米长，8尺的宽度，所以呢，它也被称为8尺巷。就连一条巷子都这么壮观，那房间里面还得了？走，带你去看看他们家的厨房。从走马道边上的这个门进去呢，有一条特别深的巷子。这条巷子它叫回声巷，特别有讲究。因为在巷子的下面呢，埋了很多的缸。这个缸呢，就是为了能够让声音传递得更远。因为陈家大院太大了，有1400多个房间，你只要在这里吼一声“喂”，几乎所有的地方都能够听得到。而在古代，这样的巷子在陈家大院足足有8条，因为这里当时居住了9户人家。你有没有发现，在巷子里面，这一户家的门跟对面这一户家的门，它们是斜对而不是相对的？为什么要这样子设计呢？有一个好处，就是为了防火。如果他们家发生火灾，火势呢不会沿着他们家的门而蔓延到另外一户家里去。古人有讲究，白天一大家，晚上各自为小家。在这么大的院子里面居住，每个人都想有一些自己的隐私，所以门都不是相对的。这个巷子的边上呢，这堵墙也非常有讲究，它呢是青砖墙，都是采用这样一斗一棉的方式来建造，而且里面还加了很多的夯土。所以呢，在江西，这种建筑形式就被称之为土库，而这座陈家大院又在汪山岗上，所以被称之为汪家土库，是它的另外一个名字的来历。这样的墙体呢，冬天它可以御寒，夏天可以乘凉，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冬暖夏凉。都说民以食为天，这边就是他们家的厨房了，靠这边一排一直到底有100多米。我们普通的厨房也不过几个平方而已，而他们家厨房大到比有些财主家里的后花园还要大。如果所有的厨房全部开工，做一个100多桌的宴席，那是轻而易举的。陈家呢，以前是农耕为本，积善成家，即使后来做了大官之后，也没有忘记当地的百姓。所以在这张桌子上呢，摆了6个空碗，前面呢还有一口大缸，这叫呢开仓放粮，施粥舍米，就是告诫自己的子孙，以后当地如果发生任何的灾荒，你们千万不能够忘记当地的百姓。在边上就是他们家居住的房子了。一般他们家的房子呢，这里呢都会比较高，因为下面呢是隔空的，隔空的地方就会隔潮，上面又铺上木地板，所以他们家的房子在几百年来都没有受到白蚁的侵蚀。进来之后，你会发现一个很有特色的东西，很多人可能不认识。在江西尤其是在南昌景德镇一带，这个呢叫做火筒，就冬天下面会放上一些炭火，人呢就坐在上面烤火用的。这里就是他们以前睡的古床了。边上呢还有一个房间，它还是一个2进的一个卧室。所以进来之后，你会发现当地的很多的建筑呢都是采用木质建筑，因为这里呢有很多的山林，而杉木呢造价又比较便宜，并且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叫风吹千年山。在整个大院当中，像这样的天井呢一共有572个，在徽派建筑当中被称为泗水归堂的天井。所以在天井的下面呢有2口大缸，大缸如果里面盛满了水，可以用于消防，在其他方面也被称之为聚财。这个天井呢非常的特殊，你仔细看，它的南边比较低，而北边呢却比较高。当冬天来临的时候，如果主人想在门口搬个凳子晒太阳，太阳可以晒在他的身上，但是北风想怎么吹都吹不到他，因为北边高，南边低。而到了夏天的时候，这个风呢，
它吹到里面的时候，就会显得特别的凉爽。这就是古人当时建造宅院的一个智慧。这里就是他们家的粮仓了，我的个天哪，这也太大了吧！据说这里可以存放36万斤的粮食，足足180吨。你近距离来看一看这个粮仓，它的下面呢有梅花孔的地方，这里呢叫隔巢层，防止粮食受潮。往上呢，整个粮仓全部都是用木质结构来建造的。这么大的一个粮仓，全部都用木头，因为木头的这种通风透气的效果比其他要稍微好一点，能够更好的保存粮食。如果需要粮食，直接就打开这个开关，然后呢，源源不断的粮食就会流到这个斗里头。古代所说的1斗米就是它了。那这么大的一个宅子，它是如何来处理它的排水系统的呢？看看这只乌龟，秘密就藏在这里。你把它挪开，会发现呢，下面有几个小孔。下雨的时候你把它打开，水就会从这里呢直接流走。天晴的时候，为了防止很多的垃圾进去，导致下水道堵塞，就把它直接盖上就可以了。那为什么几百年来它从来都没有堵过呢？因为据说它的整个排水系统是按照当时北京故宫的样式来修建的，里面呢还养了乌龟跟金鱼，就是为了清理里面的淤泥，防止堵塞，是不是特别的智慧？而这左右两边的房间呢，就是他们家的学童平时居住的地方，上面写了4个字：学童住房。老师呢是住在这里，叫上房。老师住在上房，由此可见，他们家是特别注重教育、尊敬老师的。因为他们家当时呢是以农耕养鸭子起家，后来不断的上进，考取了功名，才做了官。所以教育是他们家最重视的一样东西。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这里呢就是他们家孩子平时读书学习的地方。你看这一张一张的课桌，在他们家有一个特别严格的要求，不管你是谁，是他们家的公子还是他们家佣人的孩子，都必须要接受教育，无论男还是女，都要识字读书。所以这样的教育，这样的家庭，它能不兴旺吗？我们说富不过3代，他们家就打破了富不过3代的魔咒，靠的就是2个字：教育。大家可以打出4个字：教育兴国。这里呢就是他们家养孔雀的地方了。你说的大户人家跟普通人他就是不一样。我们一般人养孔雀，养一只狗，养一只猫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但他们家直接养孔雀，为什么呢？因为孔雀开屏的时候特别的漂亮。你看看这地方，这个屏房都这么大，但他们家养孔雀不是为了漂亮，而是为了警示后人。大家都知道孔雀的胆它是有剧毒的，如果家里面有人或者是出现了贪官污吏，就把它带到这，取出孔雀胆，自个了结吧。它的毒性很强，死的特别的快，以免你遭受太多的痛苦。来到汪山土库，你会发现所有的门牌坊上都是没有字的，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走出了100多位官员，但是没有一位是正一品的。他们祖上留有遗训，如果出了一位正一品的大官，才把门牌坊上的字给提上去。这个汪山土库真的是太大了，我们一条视频根本就拍不完。关注阿波，下期视频我带你去了解汪山土库它为什么能够让自己的子孙后代兴盛几百年，包括它出了哪些名人，它到底用的是什么样的方式呢？关注阿波，下期视频不见不散。